凤九听帝君提起历劫之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当初他宠冠后宫，与帝君生死与共，可回来后帝君却说那只是渡劫，不算数的。凤九也知道历劫之事本就是一个插曲而已，可他投入的感情真的是说不算就能不算的吗？姑姑和太子的感情不就是始于凡间历劫的吗？墨渊接着说，这历劫之事果如你说，比征战杀伐疼痛更甚。什么？帝君说过这样的话？凤九闻言很惊讶，喜悦之情涌上心头。帝君说不在乎历劫的话绝对是假的。可凤九很快又伤心起来，她从不知道帝君的隐忍只会给她平添难过，而今亏得她的疼痛却又无能为力。帝君沉默不语。墨渊接着说，此次选在青丘凡界，就是因为青丘比邻一族，历劫时果然在凡间发现了些一族的端倪。帝君本斜坐着，闻言正了正身子，问道，可是擎苍的旧部？我在凡间没有法力，现在全凭在凡尘的记忆，刚回来并不能确定。墨渊说，不过我先回了趟昆仑虚，这弟子隐藏在青丘，那青丘森林茂密，要紧盯着点。哦，不知墨渊上神派了谁去呢？可以来狐狸洞找姑姑叙旧呀。凤九突然插话，一时忘了曾经袭击墨渊的事。帝君微微侧手看了凤九一眼，并不言语。坐下，弟子隐藏身份，不会打扰青丘诸神。墨渊算是回答了凤九的问题。是吗？凤九有些失望，他知道姑姑一直和众师兄感情很好，本以为可以让姑姑他们聚一聚。帝君看着凤九的表情，半晌对墨渊说，即是微服便好。青丘狐帝修为与本帝君不相上下，若是被扰了清闲，也是极难善后。你看一族的事是否需要尽早告知天君？墨渊看着帝君，帝君略一沉吟，答道，现在情况尚未十分明确，不急着知会天君。不过太子夜华已在理政，倒不妨先去洗梧宫一趟，如何？墨渊沉默片刻道，也好。帝君和墨渊起身准备出门。凤九想着，既然他们有事，我就先告辞了，更何况刚才不慎冲撞了墨渊，恨不能少刷存在感。正要开溜，却见帝君回头对他说，是及青丘，你随我同去。当三人落在洗梧宫的时候，白浅正带着阿离在院子里玩，夜华在一旁作画。见过东华帝君。见过师父。白浅携着团子向来者行礼，夜华放下笔，缓缓起身。凤九看见姑姑和夜华重归于好，十分欢喜，又想起自己前几日在朝会之后对夜华的事，略感自责，连忙带着笑讨好的问候，见过姑姑姑父。咦，你唤父君做姑父？阿离从没听过凤九这样喊父君，好奇地看着凤九。夜华与白浅尚未正式成婚，听凤九这么热情地叫他，不露声色地微笑了一下。团子困惑地看看墨渊，接着问凤九，你为何喊父君做姑父？方才娘亲喊墨渊上神师父，应该墨渊上神才是你的姑父呀。墨渊闻言心下一惊，不好说什么。夜华看一眼团子，又看向墨渊，两人沉默地对视片刻，墨渊收回了目光，微微侧头不语。白浅站在两人中间，尴尬地左右看看，接着拉着团子问，谁这样说的？又是程昱。却说程昱连着2日都没瞧见帝君的教学过程，第3天也不好再舔着脸去偷窥了。这刚散朝，三皇子连宋就缠了上来，拉着他去下棋。程昱想着闲来无事便应允了，正下着，他突然打了个喷嚏，这又是谁在想你了？三皇子有些醋意。程昱缓过劲来之后说，我又不是你，整天招蜂引蝶。连宋说道，胡说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这厢团子摇摇头回答道，不是程昱，是连宋教的。他说姐姐的师傅是姐夫，所以阿离以此类推，姑姑的师傅就是姑父。凤九脸一红，心里又痛骂了连宋一顿。连宋话音刚落，自己立马打了一个喷嚏，接着是2个、3个、4个。程昱嘟嘴说，还说不是花花公子，这都好几个人同时想你了。连宋丧着脸困惑地说，我天天散朝就回宫，仙娥都没见过几个，能被谁惦念啊？沉默在洗梧宫蔓延。白浅牵着阿离的手，率先打破沉默，小糯米团子
那些都是连宋爷爷逗你玩的假话，怎就当真了呢？阿离不明白，可是连宋跟姐姐又不熟，干嘛逗他呢？阿离想着昨天喊了帝君一天，也没见他批评自己，于是扯着帝君的衣袖，摇晃着求支援，是吧，姐夫？帝君不语，也不回应阿离扯他衣服的行为。白浅见阿离言辞行为都放肆，连忙管教儿子，阿离不得无礼。说罢又陪笑着向帝君道歉，是小神管教不严，阿离冲撞了帝君尊驾，童言无忌，还望帝君宽宏大量，不计较。都是小辈，没什么好计较的。帝君算是终结了这场闹剧，转而对夜华说，异界似有异动，你可听说了？略有耳闻，详情未知。夜华答道，唤来奈奈，着他带阿离出去玩。见他们开始谈正事，白浅随着团子撤到院外，对阿离教育一番，罚他去抄300遍天族规矩，才回到殿内参与议事。进门就听见墨渊说，我在凡界历劫时，发现最近一族大量人员潜入凡界，不知是何意图。白浅很是惊讶，于是问墨渊，师父去历劫了？夜华凝视着白浅不语。墨渊对白浅轻描淡写地答了句，是。难怪这次师父闭关闭了这么久呢，原来只是烟雾弹。白浅恍然大悟，接着好奇地问道，不知师父何故要去历劫呢？眼下摸清异界的情形是当务之急。墨渊避开了白浅的提问。白浅见师父如此，隐有失望。当初在昆仑虚的时候，师父对他可不是这个态度。夜华沉静地看着白浅，将他的表情悉数收入眼底。凤九满脑子都在猜测墨渊的心上人是谁，如果让他抓了这个把柄，那么打碎茶杯和误袭战神的事情，墨渊应该就能一笔勾销了吧。本来凤九还想问问姑姑是否知道这八卦，但见到墨渊对姑姑竟如此冷淡，明显不是心腹人物，姑姑肯定也不知情，还是以后有机会去套叠风吧。对了，要挑个好时候，可不能再被抓包。凤九心想着，偷偷瞄了一眼帝君。此时夜华转移了话题问道，传闻异界的公主胭脂300多年前引入凡尘，后来不知所踪，可与此时的情况有所关联？墨渊沉思片刻答道，也存在这种可能性。太子所获，我已着人去调查，尚未明确。若是寻他，一族应不至于等300年方有所动作，此事怕另有隐情。东华突然接过了话题，并接着问墨渊，一族此番所设凡界，可是只有青丘？听闻青丘，白浅惊讶地看了一眼墨渊，师父竟是在自己的故乡历劫吗？可惜刚才他的问话，师父明显不愿多说。白浅此刻纵然在疑惑，也选择了沉默。其余几荒也有，唯青丘5荒异动最多。墨渊答帝君问，转而对夜华说，此番是想提前与太子商议，天族是否需要留个神，若真有情况，再禀报天君也不迟。夜华回应道，此言不差，眼下情势不明，的确不宜轻举妄动。帝君有何见解？帝君答曰，墨渊即已派人暗访，太子不妨着人寻个由头明察，吸引一族的注意力。夜华懂了，帝君这是要自己为墨渊打掩护。的确，天族的动态怎样隐藏都是引人注目的，倒真不如大大方方的出手。于是夜华说道，此言不差，我会部署下去，以抽查检查工作为名，视察个路，紧盯一族。突然他转而对凤九说，青丘女君管辖东荒，更需注意加紧戒备。凤九本以为这几个身份尊贵的人亦是他只是个陪衬，没想到还有人要他表态，连忙应允道，承太子所言，青丘女君必将狠抓青丘民风建设，落实防务监督工作，并且不定期亲自巡查。凤九很满意自己混了几日朝堂后能流利地说出冠冕堂皇的话，不料此言一出，凤九却感到脸上刷刷落了几道怀疑的目光。果然，姑姑直接问道，你这3日的功力长进如何？凤九不知如何回答，看着东华。帝君并不看他，终于缓缓吐露2字，凑合。凤九低下头，有些自卑，到底自己还是太弱了啊。却听帝君接着说，至少赶去袭击长乐斯站的尊神了。白浅和夜华都震惊地看了凤九一眼，又看看墨渊，唯独墨渊不动声色。凤九恨不能假装不在。言辞间，9重天的长云忽而轻轻翻卷起来，白浅衣冠天象，
知是凤九历劫之日临近。他本打算嘱咐亲人一番好生看着凤九，谁知被夜华趁他醉着直接扛回了九重天。眼下必须再回青丘一趟，但历劫的事又不能告诉当事人，他得想办法支开凤九。于是接着说道：我看时辰尚早，你今日课业这么快就完成了？凤九满心期待着帝君给个肯定的回答，这3天他真是累得只想回狐狸洞赖在床上半个月不起来啊。可帝君的声音此时打翻了他的小算盘，他说：上位，还剩收尾，先行一步。说罢告辞太子等人，带着凤九回了宫。前脚凤九刚走，后脚白浅就急匆匆向夜华交代的回狐狸洞一趟的事。夜华虽然疑惑，但还是默许了。瞬间洗无宫只留下夜华和墨渊，死一样的沉默。见墨渊似有要走之意，夜华终于开口：听闻上神当年闯过瑶光的水牢，可有此事？墨渊似有意外之色，片刻无言，那神情像是在回味久远的记忆。只听他说：陈年旧事，记不大清了。夜华心里一伤，看来此事是真的。墨渊见夜华不再说话，开口道：若无他事，就此告辞。转身欲走，却听身后夜华一句问话：如若当初你没有用元神封印擎苍，而今会是怎样的光景？墨渊停下了脚步，良久，头也不回地说：没有如果，存在即为天命。说罢，墨渊走出大殿先遁了。夜华缓缓地走到殿门口，皱着眉远眺，九重天难得的彤云密布，看样子今日有人要立天劫了。凤九和帝君回到了太晨宫，却不见帝君继续教他什么，只让他在院子里挥剑。他无聊地舞了半天剑，帝君却一直看书不理他。凤九踌躇半天，终于对着帝君难为情地开口问道：帝君，今天的课业可是教完了？东华帝君在洗无宫就看穿了白浅焦急的模样，心下了然。现在不过帮忙留着凤九，给白浅一个回家交代的机会。见凤九这般问话，便逗他道：你都有袭击墨渊的本事了，出息了，还用得着我教吗？凤九不明白，自己这3日犯了那么多错，怎么就唯独这事被帝君3番5次的提起呢？定是自己的袭击让帝君难堪了吧？那墨渊可是他的老友呢，方才被其他事耽搁了没机会，此番帝君把他叫来太晨宫，定是要他好好认个错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认错就认错吧。凤九知错了，凤九要怎么做帝君才能原谅呢？当然是躺下来喽。一个声音在凤九背后响起。凤九回头看见连宋带着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走了进来。躺下来？凤九十分疑惑，这天族的规矩还真是奇怪。忽然他明白了，羞得脸红，又不好对连宋，只得急忙跑掉了。连宋假装没看到帝君谴责的目光，他今日好不容易约到程昱下棋，竟被一连串喷嚏坏了事。程昱抛下一句浪荡公子，就撇下他独自一人身陷挫败感里，自然见不得眼前成双成对。这不，他正若无其事地摇着扇子坐在了帝君面前，戏谑地看着他。帝君不理连宋，起身一个顺步抓住了凤九的手。凤九本就尴尬，被帝君这样一抓，更是窘得脸颊通红。他不会真的要？帝君抓着凤九若无其事地说：把我的剑留下。凤九这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攥着把剑，顿时觉得自己想的太多了。转念一想，自己的虎尾还在帝君手里，又有了底气。于是他抬头对帝君道：一物换一物，这把剑是我的了，就当是毕业纪念吧。说罢挣脱帝君的手，一溜烟跑了。连宋惊呆了，你竟就这样给他了？那可是赔了你数十万年的苍河剑啊。帝君回过头无奈道：没抓住了也没办法，手滑。连宋本是打算拆散一队，是一队发泄心中不满的，此刻却反而遭受了暴击。但伤痛中他仍不忘发挥八卦的天性。刚才他说一物换一物，是用什么换的？帝君回到原处坐下说：我哪知道。又从连宋手里夺过扇子，学着连宋的样子扇着扇子说：没准是躺下来。连宋小剧场。且说帝君被周边的助攻叨叨久了，决定进行一番管教，便以成立普法学习为名向天君提出建议，钦定了积极分子名单。天君自然大力支持。这一日，
连宋、程昱、阿离、司命和凤九都被叫到了天君跟前，要他们肩负起传播法律知识的重任，并且需要先通过一项司法考试。主考官是定律法的东华帝君，考题是我心中的律法。拿到卷子，程昱和凤九这两个学渣对视一眼，满眼崩溃。别说谈论，他们俩压根连看都没看过律法。司命和连宋已经开始答题，连阿离都已提笔了。程昱想要偷窥一下连宋，监考台上的帝君清了清嗓子。眼看考试快要结束，程昱对着空白的卷子一狠心，写上小仙是要成为皇妃的人，还望帝君看在皇族面子上，高抬贵手。写完铃声一响，程昱颤抖着交了卷。阅卷很快结束，程昱拿到卷子，见上面多了一句批注，原是0分卷，念在你要成为帝妹的份上，本帝君送些分作为贺礼。一查分数59.5分，程昱怨念地看了帝君一眼。那连宋从治法思想、律法结构、实践成果和未来展望4个方向娓娓道来，洋洋洒洒一大篇，却只得了60分。他不服气地问帝君这是为何，帝君答道：文是不错，但本帝君看不惯你写字的姿势。你为何坐着写，不是喜欢躺下来吗？程昱闻言疑惑地问：躺下来？什么躺下来？连宋连忙岔开话题：帝君阅卷十分公允，我自会在接下来加强法律知识学习，注重普法人员的形象。司命本就随着帝君从事司法工作，这考试对他小菜一碟，却只得了82分。司命问帝君原因，却听帝君答道：当初历劫少了的18年，1年抵1分。司命，话说那糯米团子因曾被娘亲责罚抄了300遍天规，依稀记得些条律。此次考试勉强背出了3、4条，竟得了个90，甚是欢喜。连宋和程昱看到团子的卷子，不由得再看了眼帝君。程昱忽然想到，还不知凤九分数，他和凤九是考场上的难兄难弟，应该分数差不多吧。那凤九扭捏着藏起卷子，被团子一把抢过来。100分！团子惊呼起来。连宋和程昱跟着凑上前看分数，只见凤九这个学渣中的战斗机果然一个字没写，只在标题我心中的律法下方画了幅东华的画像。紫兰受师傅所派，在凡界游历，调查异族的动态。他不知不觉走到了从前与胭脂相识的饭店。若不是师傅告知他出昆仑虚的任务，他当真不知道胭脂已经300多年不知所踪。他向新的掌柜一番打探，掌柜却对300多年前的老掌柜一无所知。失望间，紫兰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触动，回头一看，一个小姑娘站在一张餐桌旁看着她。小姑娘清澈的眸子看着紫兰问道：你是谁？紫兰觉得小女孩身上有熟悉的气息，但她仔细分辨她的五官，却是真的不认识她。紫兰看看四下，见小女孩独自一人，回答道：在下以前是这一带的一个捕快。是吗？我觉得见过你。小女孩歪着头说。紫兰笑笑：好巧，在下也有这种感觉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？正说着，一个人急匆匆赶进店里，抓着小女孩的双肩说：小主，可算找到你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随我来。那人看一眼紫兰，赶紧拉着小女孩走了。紫兰虽然疑惑，却也没什么所谓，这年头富贵人家的孩子走丢了，仆人出来找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紫兰告辞掌柜，慢悠悠走出店门的时候，方才一对主仆已不见了踪影。小女孩的容貌继续萦绕在紫兰脑海里，突然她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站住不动。她想起来了，最后一次见到胭脂的时候，她手中牵着的就是这个女孩。只不过几百年过去，小女孩稍微长大了些，她第一时间没认出来。紫兰一惊，顿时紧迫起来，四处搜寻刚才那一老一少。等他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发现他俩被几个异族的人逼到了一座荒芜的庙里，老人以身护主，已经负伤。异族的人正要补上致命一击时，紫兰迅速出手，剑光一挥，将那人当下斩杀。余下的几个异族看着这位半路杀出的年轻公子，决定一个人去报信，余下的与之搏杀。但这些人显然不是昆仑虚弟子的对手，转眼间全都化了黑烟。紫兰追出庙外，截住报信之人，想要问话，却见那人一闭眼自尽了，只得转身回庙里，
想问问老者情况。老人已经是身负重伤，腹部一道口子，血流不止。紫兰从自己的衣襟扯下一块布，打算给他包扎，老人却阻止了他，孱弱地说：“这位公子不必徒劳了，老朽自知伤势无救。看你的剑法，可与昆仑虚有什么渊源？”紫兰心下叹了声不好，刚才救命心切，忘记隐藏身份了。眼下已被认出，况且眼前的人确实未必能活过今日，索性坦白来说吧，在下是昆仑虚墨渊上神座下16弟子紫兰。小女孩听到这个名字，眼神里有什么闪过，果然是。老人惨笑一下，嘴角渗出鲜血，眼神看着小女孩，又看着紫兰道：“婴儿就托付给你了，切莫让一族的人再将她带回去。”得知小女孩的身份，紫兰一惊，这位小姑娘是一族的新君。老人道：“我时间不多了，只能长话短说，不然这些事都被埋没在小人写下的历史中了。”说罢又对婴儿说道：“你先去一旁玩一会儿，我与这位公子说几句话。”紫兰疑惑，为何要支开婴儿呢？原来这位老人是异界的谋臣，他说那异界自弱水一战擎苍被封印后一蹶不振，胭脂回到大紫明宫执掌政权，带着离境之子婴儿深居简出。婴儿尚且年幼，且因出生的波折，先天的身子不大好，胭脂更是谆谆教育婴儿要心系苍生，不做无谓的斗争。胭脂要求一族战败后以忍为主，将精力投放在恢复生产上。此项方针得到文官集团的大力支持，却引起一族军方的不满。300多年前，几位将军不服胭脂管教，打算另立新君，设伏将胭脂诱骗到极寒之地一杀，并且把胭脂的魂魄修为度到了婴儿身上，辅佐婴儿继位，并对外宣称胭脂去凡界归隐了。婴儿年幼，对此并不知情。这300年来没有了胭脂的教导，婴儿被心怀怨念的将军们灌输了许多复仇的道理，文官们也无能为力。直到最近有人在极寒之地意外发现了被冰雪覆盖的胭脂的遗体，文官们这才下定决心，将少主带出大紫明宫，不能让一族的希望断送在将军们手中。一行5人护送婴儿出来，东躲西藏的路上被斩杀殆尽。婴儿年幼，还是可塑之才，我把他托付给你了。老人说完最后一句话，眼里殷切的希望逐渐熄灭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紫兰还沉浸在胭脂逝世的消息里，受这锥心之痛。她深知一族的体质就是血缘之间灵力可以过渡，但她不曾想过善良的胭脂会是这样的命运。昆仑虚门口一别，竟是阴阳两隔。紫兰想起最后一次对着胭脂的冷淡态度，心痛悔恨。这时候在门口玩耍的婴儿见老人闭上双眼不说话，又回到了庙堂。他睡着了吗？小女孩还太小，不明白生离死别。紫兰这才想起婴儿还在身边，她红着眼凝视着婴儿，希望从他身上读出胭脂的影子，但他毕竟是另一个人。紫兰忍着心伤，用仙法将老者的遗体羽化了。她有些痛恨婴儿，如果不是他，胭脂不至于死于非命。眼下她真的不想再见到婴儿，转身想走，但她确实答应了老者的托付，昆仑虚一向言出必行。你跟我来吧。话说凤九从太晨宫毕业后，只觉浑身灵力大增，迫不及待地想去东荒疆土巡视历练一下，让那些原本不服气的小仙们见识一下青丘女君的厉害。可不知何故，父亲总是竭力阻止他出狐狸洞。凤九向父亲恳求道：“爹，女儿在太子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说好了要管理东荒疆土，现在门都出不去，还怎么管呢？”白毅道：“治理疆域非得出去打打杀杀吗？你练功这3日堆积了多少奏章文书，办理了吗？”一听到政务案件，凤九顿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。凤九只得央求白珍：“四叔，你看我练了这几日手脚酸痛，哪里还能拿笔呢？要不四叔帮我批阅奏折好不？我帮你巡视疆土。”凤九凑到白珍身边，转衣角蹭。白珍也知道凤九将要力解的事情，不肯答应。就你这迷糊的性子，出了门怕是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。我看你连剑都拿得挺溜的，谁信你拿不动笔？你还是乖乖在家待着办案吧。凤九见爹爹和叔叔都不肯，又挨个把奶奶娘亲全求了一番，所有人竟然都一致不允许他出门。